要我说啊，选手机的没有多难，反而是手机壳很让人操心啊。有的人想省钱，在阿里巴巴批发最便宜的壳；有的人图省事儿呢，还在用手机包装里附赠的清水壳；还有人会在淘宝上面买花里胡哨的手机壳。当然，还有更多人会选择不带壳。我刻板印象壳。选择太多导致选择困难，想要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，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没错，全部买回来，从10块钱2个到400块钱的原装正品，从8.9克到68克，从塑料到木头，甚至是金属，我全都买回来用。不过在买回来之后，我发现啊，其实最近的手机壳已经悄悄的洗了一遍牌，已经大变样了。其实这一期视频呢，我是想用安卓机来讲的。本来安卓的壳膜就是更加的鱼龙混杂嘛，有些朋友啊，他套个壳把那个膜给撅了。不过不用担心 ，iPhone 的壳本来就是真包含所有类型的手机壳。这期视频呢，我还会教大家一些基础的辨别方法，用安卓和鸿蒙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参考参考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小伙伴们有没有自己用着非常爽的手机壳？也可以在弹幕里面刷一波。好啦，那我们正式开始。本期视频绝无恰饭，放心实用。手机壳选购呢，其实是非常主观的事情，但是主观归主观啊，有些壳是真的坑，骗钱。这一期呢，我主要分成手感、保护性、外观、散热和价格这几个角度带大家来看看，甚至我还给这些壳都跑了个分。其实呢，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壳每一个都套在手机上面去跑了一下压力测试，别说这个区别还是真的挺大的。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坨透明壳，乍一看好像差不多，实际上呢也差不多。今年的透明壳除了 TPU、PC 2大金刚，透明玻璃壳也主流起来了。TPU 透明软软的，经常会出现在手机包装里的清水壳就是这种材质，它的缺点很明显，容易油，用久了还容易松垮。这里我有一箩筐去年的壳，拿出来一看，无一例外啊，全黄了。PC 壳呢，俗称硬壳。据说 PC 没有软软的 TPU 那么容易发黄，本身的结构就挺硬的，长得最像玻璃，在光照下比较有质感，看起来还行，但实际上不行，超级容易油手。进灰之后也最明显，这是放了1年多的 PC 壳，这是同时间的 TPU 壳，确实有区别哦，黄和更黄。我看苹果说他们的壳就不会黄，那我也买到了，这壳确实很高级啊，戴上去之后还有动画的。但是这壳今天我先不用啊，用个1年先，咱们明年再来看看库克有没有说谎。Only Apple can do。再拉高一点预算，还有玻璃材质的透明壳，其实就是背面这一块才是玻璃，侧面还是塑料，但是用起来真的和 PC 壳几乎毫无区别，甚至敲起来都和 PC 差不多。就很难不让人怀疑到底是不是玻璃啊！我还用火烤了一下 ，PC 材质被烧后直接就融化了，还凝结出了气泡。玻璃材质表面依然很光滑，然后继续暴力测试，把它凹断。这真是玻璃。哦，确实哎。测试了一下，玻璃其实并不会更容易碎，直到测试升级。有点意思啊，玻璃的话，至少背面的这一块是不会黄了，但是侧面的软塑料该咋样还是咋样。我用下来呢，其实和 PC 壳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划痕少一点，平整度高一点，因为它没有疏油层，其实也不会更容易擦得干净。而价格基本上是要比塑料壳贵上几倍，你觉得值得吗？虽然啊，透明壳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在用，还不是因为性价比高，还不容易出错吗？不过它最大的问题也在价格上，但你别误会啊，可不是因为太贵了。就我手里的这一坨透明壳类似物，最贵的这个苹果的啊，399，但是在阿里巴巴上面1块6一个，我就不信还能找到比我这个更便宜的。这么一把买回来才69块钱。什么发黄扔掉换一个，手油扔掉换一个，脏了扔掉换一个，一周扔一个，399我能用差不多5年。不换手机的话，我能直接用它 iPhone 19发布。但说实话，透明壳们用起来区别跟价格没啥太大关系。买之前注意一下几个位置，尤其是 iPhone 15 Pro 系列，按键不要买掏空的，有些壳还是保留之前的习惯，留了个开孔在这里，就非常的不好按。至于摄像头这里是全包还是凸起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只要能高于摄像头就行了。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手感，现在的选择还真不少。我可以把它们大致分为2种，一种呢是尽量轻薄、绞尽脑汁还原裸机的感觉，这种呢我们可以称之为裸机壳；另外一种是直接套一层材料，虽然面目全非了，但是触感好了呀，那就叫它们手感壳吧。手感壳呢，乍一看不太一样，摸起来虽然各有各的舒服，但散热几乎都是一样的差，甚至都差不多重。它们里面呢比较实用的有3种：皮质的、液态硅胶的，还有毛毛的欧蒂蓝，它们都是
100%正包围整个手机。液态硅胶是老网红了，亲肤手感，摸起来很丝滑，而且会有一些花里胡哨的配色。但是因为工艺的问题啊，就没有办法印刷太花哨的图案，颜色都是直来直去的。而且这种壳还有一个大问题，我见过有些朋友平时带着硅胶壳，然后打游戏的时候还得专门把这个手机壳给扒下来放在一边，就怕手机过热。我只能说你的感觉没有错，这种壳确实非常的热，手机都能被烤到46、7度。皮质壳呢，摸起来皮皮的，手感其实相当的不错。我这个呢，差不多300块钱，拿在手上的感觉还挺高级的，跟安卓现在的素皮手机差不多。一般指甲去划也并不容易刮花，但是真皮壳真的不太推荐啊，养护非常的麻烦，还不能摔。我买个壳大几百块钱，还怕摔，评价是不如不带。欧蒂蓝是一种很神奇的材质，它有一点点像车里面那些毛毛的顶棚，非常的结实耐用。最大的缺点就是非常容易脏，这些细软的毛毛很容易藏污纳垢，甚至会沾猫毛，就跟你的鞋似的，不洗不知道，一洗原来是这个颜色。这几个材质我觉得没有手感优劣上的区别，都很舒服，非常看个人的口味。共同的缺点就是都比较贵，散热也不太好。顺便呢，再讲个有意思的，苹果官方的硅胶壳很火的时候，到处都是便宜的仿造。我当时买的，按键抠都抠不到，边缘凸起一大截，全面屏的手势都不好用了。现在市面上的仿壳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。我手里的这个只花了12.8块，可以说除了里面看不到的部分做工比较粗糙以外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倒是一个便宜的选择啊。用就31个才等于一个官方壳，坚定的官方壳党会不会重新考虑一下呢？哎，它这个标是贴上去的吗？这太好笑了。另外一类裸机壳，今年呢迎来了最大的版本更新 ，iPhone 手感居然变好了，因为边框加的幅度变好了不少，重量也远比大多数的安卓旗舰轻。追求裸机手感的手机壳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PP 壳这一壳可以说是数据上基本无敌，超薄，基本不影响散热，比前面的塑料壳不容易打油，还巨便宜。如果是裸机手感，买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 PP 壳只能做成这种磨砂的材质，选择上就比较单调，而且很明显太薄了，根本不防摔，顶多算个软膜，防滑还差不多。甚至因为它太薄了，它们的按键全都只能做成挖孔呢，没有那么容易按下去。这取舍，小伙伴们怎么选？凯夫拉壳可以说是手感壳的经典了，富哥都爱用。它的优势是超级轻薄加耐刮，再加上强得多的防摔能力。那缺点是什么呢？有点小贵。基本上都是过百的售价，不同质量的壳，高和低，乍一看可能区别不太大，但是有些质量稍微差一点的壳，使用一段时间，上面的涂层甚至会老化，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除了这2种，剩下的手感壳，就多少沾一点涂一漏了。你看这个重量级啊，不对，轻量级分体式，这种壳直接用胶粘在手机上，这是真裸机啊！甚至拿着的时候还有一点防滑的感觉。但我觉得这种壳最大的问题是镜头的部分没挖空，这样一块玻璃又容易进灰，又影响拍照。哦，我不是针对这一种啊，所有遮挡摄像头的手机壳都完全不推荐。一个壳直接让手机3、4年进化的结晶打回原形。PC 挖空壳两边会掏空，乍一看好像能让你摸到中框，手感嘎嘎好。但我只能说它兼顾了容易磕坏、容易打油和手感不好还不咋好看，反向集大成了。这还不是最过分的，你再看一下这个，看起来松松垮垮的，边框比屏幕稍微高出1丢丢，勉强能在倒扣的时候保护屏幕吧。但套上去的时候 ，iPhone 上的这个钛刮着这个金属发出的声音，一般人还真受不了。但最关键的问题是，因为它不够厚，它完全保护不到镜头，整个背面也是裸露的，掉在砂石路面上活不了一点。不过我呢，好看才是第一生产力。你看我用过的这些壳都长这样，手感好重要，颜值高怎么就不重要啦？我觉得这也是手机壳的舒适区啊，工艺很成熟，大坑很少，直接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。唯一想要专门避雷的就是这种超级厚重的玻璃壳，非常的重，价格也不便宜，手感扣大分，就不是很推荐。散热壳，乍一看还真的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我也大概测了一下，不过我也没有想到的是，作为手机壳不太过关，戴起来松松垮垮的，没有确认感，根本不知道套好了没有。轻轻一捏呢，这个手机又掉出来了。除非是手游玩家，也不是很推荐。不过真的有人打手游的时候用 iPhone 吗？最后总结一下吧，选购手机壳绝对不可能是客观分析出来的结果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是了解市场上面大部分的选择，然后了解自己的需求，避免踩雷。就比如说透明壳吧，价格可高可低，考虑到它们的防护性能都差不多，我其实更推荐买便宜的。与其抽奖祈求抽到耐用的，不如多买几个换着用。手感壳们不仅手感好，防护性也很强。欧蒂蓝结实耐用，手感很奇特。硅胶壳呢，现在也有一些便宜的平替，颜色也可以很花里胡哨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这里呢
有几个不同品牌手机通用的选购避坑技巧。首先，遮挡住镜头的手机壳通通不推荐购买，影响手机拍照性能多少有点因噎废食了。其次呢，购买手机壳，尤其是透明的或者是颜值壳之前，可以先在评论区里面看一下手机壳上面会不会有印子，不然到手之后可能会很难受。还有就是网购软件上面那种非常便宜的 TPU 软壳，外观可能很有趣，但是老化的快，壳子甚至会套不牢，也不是很推荐啊。那么希望这一期手机壳的选购能够帮助到你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Tedd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